你是否觉得只有特别属灵、出众的人才配得起被神大用？但在神的眼中，每一个愿意献上自己的平信徒都能够成为他手中的冠军。尼希米不是先知，也不是祭司，他只是一名忠心的酒政，却在历史的转折点为神做成大事。神正在寻找愿意回应他、信靠他的平信徒。只要你说主，我在这里，他就能用你完成超乎你所想的大事。今天我们来一起读 Lester Sumrall 牧师《你能成为一个冠军》这本书的第2章，尽你所能。第2章，尽你所能。有些人似乎天生伟大，但实际上没有人真正伟大。当然，有些人天生就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天赋，出色的运动能力，惊人的艺术天赋或其他与生俱来的才能，使他们鹤立鸡群。但技能和天赋并不等同于真正的伟大，他们可能放大一个人的伟大，但那些从来不是伟大的原因。另一方面，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可能没有出类拔萃的天赋、权力或名声。真正的伟大源于品格。一个有品格的人是一个伟大的人，无论其他人是否承认，品格软弱的人并不伟大，无论有多少名声或世俗的成功到来。历史上充满了天赋异禀的人，他们在品格受到考验时彻底的失败。这些人可能在历史上广为人知和有影响力，我们甚至惊叹于他们非凡的自然能力，但很少有人会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伟大的。亚伦·博尔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历史赋予了他突出的地位，但这只是因为他记得他是一个悲剧性的失败者，他的生命浪费潜力。博尔的父亲和祖父是虔诚的人，他的父亲亚伦·博牧师是普林斯大学第2任校长，他的祖父乔纳森·爱德华兹以热情洋溢的布道而充满而闻名。爱德华兹在美国殖民地大觉醒的时期得到了神的极大使用，他也曾经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，直到去世。博尔本人很聪明，他在普林斯的学习成绩至今无人能够超越，但他的欲望是无法抑制的。他缺乏个人纪律，他的行为经常反映出不成熟。他加入了殖民地军队，但他与华盛顿将军发生冲突，并离开了他的岗位。他一度在政治上很成功，甚至担任过美国副总统，但他被怀疑篡改选票以窃取选举结果。博尔在决斗中枪杀了亚历山大·汉密尔顿，然后他逃跑了，以避免起诉。他最终找到了回到纽约的路，在那里他无依无靠，身无分文，在耻辱中死去。他的才智和天赋给他带来了名声和地位，但却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伟人。你不需要回溯历史就能找到类似的例子。想想我们这一代的体育明星、演艺界名人和商业领袖，他们放弃了巨大的潜力，最终成为悲剧人物。他们的主要遗产是他们死于吸毒过量，犯了一些罪行，尤其在其他方面未能成为伟大的人物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缺乏品格。一个普通人，尼希米不是那种人，他没有可依靠的丰富遗产，没有要努力达到的继承的名声或地位，
也没有惊人的体力或能力可以炫耀。关于他背景的所有圣经启示都包含在一个简短的短语中。这只是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书第一节的一个部分，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。这就是我们对他的祖先所知道的一切。我们不知道他的父亲哈加利亚是谁，他在其他任何圣经家谱中从未被提及。他可能来自犹大部落，但我们甚至不确定这一点。然而，我们可以合理的确定，如果尼希米的后代中有任何伟人或其他冠军，圣经会这样说：希伯来人的家谱有一种记录和强调这些重要细节的方式。他是一个普通人，没有任何继承的品质使他处于突出的地位。他只是一个仆人，一个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，但他有资格承担上帝会召唤他的伟大任务。他正是上帝所喜悦使用的那种人，非凡人物。在耶路撒冷和整个波斯王国，肯定有许多比尼希米更杰出的人。为什么上帝要使用尼希米来重建城墙呢？因为尼希米是一个有非凡品格的普通人。圣经中对尼希米生平和工作的完整描述，没有揭示出他性格上的任何瑕疵。他体现了虔诚、正直、忠诚、爱国、勤奋、谦卑等众多美德。他是一个有主动性的人，他学会了俘虏他的语言，努力工作，并利用一切机会。尼希米对主的热情为犹大的每个人设立了高标准。鉴于他不是祭司阶层，而是一个普通简单的平信徒，这一点就更加引人注目了。虽然做工得工价，见路加福音10章7节，但尼希米拒绝接受报酬，见尼希米5章14到18节，因为他把自己看作是为主工作。他把平信徒的角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尼希米是完美的外行，但他的内心是极其罕见的。他是每个牧师都希望他的教会充满的那种人。尽管事实是，我们大多数只要会众有像他这样的人，就心满意足了。永远不要认为作为平信徒侍奉主没有成为牧师或传教士重要。上帝召唤并使用平信徒的能力，就像他使用被称为牧师或医生的人一样。事实上，有些任务只能由平信徒完成。许多人只能通过工作上的同事或邻居的朋友来接触基督。他们永远不会踏进教堂，也不会与牧师交谈。如果他们要听到福音，他们必须从平信徒那里听到。感谢上帝，多年来通过平信徒完成工作。尼希米作为一个外行，非常适合他的使命。他可以像他们中的一员那样接近耶路撒冷的人民。与祭司或文士不同，尼希米可以从平等的立场挑战人民。他可以站在他们中间，作为一个真正的同工，以一种独特而有效的方式领导他们。一些历史：尼希米的祖先被迫离开家园。尼布甲尼撒在公元前586年入侵犹大，这是神精心策划对犹太民族的审判。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洗劫并玷污了圣殿，使耶路撒冷沦为废墟，毁坏了环绕圣殿的城墙，烧毁了城门，掳掠了人民。见带下36章18到19节。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，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。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，毁坏耶路撒冷的城墙，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，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。
那堵墙和那些大门在废墟中躺了100多年，象征着破碎的犹太民族。诗篇137篇记载了尼希米时代的一首流行歌曲，它生动地描述了野蛮的外国统治者统治下的人民的痛苦经历。诗篇137篇1到4节，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，一追想西安就哭了。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，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，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。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？诗篇137篇8至9节，将要毁灭的巴比伦城啊，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了，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。在被巴比伦人囚禁了半个多世纪之后，犹太人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新帝国的统治之下，波斯人被打败了。公元前539年，居鲁士王登基为王，他将米底亚和波斯帝国统一为一个伟大的国家。公元538年，在他作为巴比伦统治者的第一次官方行动中，他颁布了一项法令，允许犹太人返回家园。约有42000犹太人立刻回来了。所罗巴伯、耶稣亚大祭司以及圣殿大部分的圣器，这本该是希伯来民族新时代的开始。但那些回国的人的经历更像是打破了记录，而不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寺庙的重建受到了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异教徒的反对，因为工作太大，犹太人灰心丧气，等到祭坛修好奠基以后，他们就停下来了。圣殿就这样做了16年，直到哈该和撒迦利亚唤醒了百姓的良心。在他们回到这片土地20年后，他们终于完成了圣殿的建造。然而城墙和城门仍然是一片废墟。公元前458年，圣殿建成60年后，以斯拉率领的第二波归国者进入了耶路撒冷。尽管如此，在散居的犹太人中，只有一小部分人回来了，大多数人留在了外国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尼希米就是那些没有回来的人之一。尼希米家族的几代人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园，在波斯帝国的奴役下生活。到尼希米出生的时候，这个帝国已经包括了印度、希腊、欧洲和非洲。波斯的首都是苏珊，尼希米就住在那里。很可能他从未见过耶路撒冷，直到耶和华让他下定决心去重建那座被毁坏的城墙。我们第一次见到尼希米是在公元前445年，大约1个世纪之后，居鲁士的谕旨为犹太人返回家园开辟了道路。尼希米在波斯王国做王的9正，他以典型的谦卑方式讲述了这件事。在第1章的最后一节几乎是偶然的，因为我是王的9正。尼希米记1章11节，这是个不错的工作，他能在私人用餐的时间接近国王，这使他成为一个有影响力和受欢迎的信使。一个精明的侍酒师可以利用他的影响力发一笔财，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职位需要一个正直的人，一个不轻易出卖自己的人。尼希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这份工作也并非没有危险。每次尼希米奉上他的杯子时，他都会小心翼翼地舀出一些样品喝下去，以证明他相信他没有中毒。当然，如果当别人下了毒，他就要承担后果。虽然9正的工作是仆人的工作，但并不卑贱。尼希米每天都能够见到王，
就是连王最亲近的谋士都不敢指望的。他住在皇宫里，和国王吃同样的食物。尼希米的心却顾念他的百姓，就是犹大人。他并没有因工作的好处而变得傲慢，他还没有开始认同皇室的特权，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出身。神把他带到国度里，就是为了这个时候。冠军的觉醒。尼希米1章2至3节讲述了尼希米开始他奇妙的探索的事情。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，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。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那个消息使他的心着火了。耶路撒冷的居民非常愤怒和被羞辱。为什么？因为城墙成了瓦砾堆，城门成了碎片和灰烬。在古代，没有坚固的城墙和城门的城市是不存在的。耶路撒冷成了笑柄。更糟糕的是，主的名被嘲笑，因为他的百姓被嘲笑，他们是上帝的敌人取笑的对象。这座没有城墙的城市不仅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，但这个国家为耶和华所做的见证，却在倒塌的城墙旁化为废墟。对于尼希米来说，他很容易坐下来忽略这件事情，然后说，哦，好吧，这是他们的问题。在我舒适的宫殿里，我要操心的事已经够多了。我可能喝下了毒药。他可能会告诉他们，现在听着，孩子们，我必须穿上我的皇家服装，因为皇帝在等我。没人能够让皇帝久等，你知道的。很高兴见到你，告诉仆人，我给你一些食物，上帝保佑你，我会为你祈祷的。但这不是冠军的回应。还记得诗篇137篇吗？这首歌是关于犹太人对俘虏他们的人的蔑视。也许尼希米熟悉诗篇的5至6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若忘记你，岂免我的右手忘记技巧？我若不忘记你，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喜乐的，岂免我的舌头贴于上膛？尼希米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他不能够被其他的人民和他们的城市。那天他收到的消息唤醒了他心中的勇士，并开始了一场冒险。这场冒险将决定他的国家的历史进程，直到基督的时代。当他听到了上帝之城的悲伤和需要时，伟大的奥秘降临到他的灵魂中。他不再渴望波斯的宫廷，他不再渴望他所穿的漂亮衣服，他不想再次迎其他国家的大使，也不想再把他们的礼物送给国王。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算什么。他已经准备好放下一切去服侍神和他的百姓。你认为他在那个时候意识到他会成为冠军吗？我不认为。我不相信他觉得自己在任何时候是特别的。当然，他不认为自己是领导一群砖瓦匠的最有资格的人。当他看到眼前的任务时，他的意象充满了上帝的全能。当他想到了耶路撒冷时，他看到的不是一堵巨大的墙，他看见了神比一切所造的石头和水泥更伟大。大卫面对强大的歌利亚时也是这样。当其他人看到一个不可征服的巨人时，他只看到了一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，敢于向永生的神的军队挑战。大卫并不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有能力杀死歌利亚，他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人都袖手旁观，
看着这个巨人挑战以色列伟大的上帝，大卫并不认为自己是个冠军，但他知道神的大能在他手上。其他人看着歌利亚，心想他太大了，不能够打败他。但是大卫看到他就想，他这么大，我不可能打偏。凭着信心，他只带着弹弓和一群鹅卵石大步地走向巨人的面前。至少可以说，他给歌利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一个人加上上帝，就成为多数。神能在一个人身上做的事是惊人的。任何一个人，只要他愿意放弃声望、地位和自己的意志，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，上帝通过一个普通人的工作，就可以克服看似不可逾越的障碍，完成令人难以置信的壮举。的确，一个人加上上帝总是多数。我想起了另一个门外汉的故事，他是新英格兰一位年轻的鞋类推销员，在19世纪决志信了基督。他申请加入波士顿的一个教会，但被拒绝了，因为他不能够解释福音的基本知识。这个年轻人决心学习，这样他就可以被上帝使用去教导别人。他的生意把他带到了芝加哥，在那里他加入了一个教堂，并请求允许他在一个主日学校教书。主日学校的负责人被他粗鲁和没有教养的态度所吸引，所以告诉他没有空缺。他建议这个年轻人设法招收自己的学生，他就是这么做的。很快，他的主日学校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主日学校。这个年轻人开始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向人传福音。当他的福音工作的需求变得如此之大，以至于他不能够再继续他的工作时，他离开了商界，全身心的为主工作。他在芝加哥的大火中失去了一切，所以他去英国试图筹款重建。在那里，他听见一个人说，世人还没有看见神借着一个完全献给神的人能够做什么。这个年轻人内心的第一反应是，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就是那个人。这个人就是穆迪。神使用他为基督传福音给2个强大的国家。虽然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门外汉，但他创办了学校和教堂，以培养其他人全职服务。但他是一个门外汉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即使他在英国和美国向成千上万的人讲道之后，他仍然坚持被称为穆迪先生，而不是老师或牧师。他只是一个热心侍奉主的门外汉。在他的传教生涯结束近1个世纪后，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。神喜欢使用普通人。当上帝把手放在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时，要小心，他所能成就的是没有极限的。你看，神的能力是借着我们的软弱显现出来的。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，他正是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，借着我们成就了他最大的胜利。这是因为当我们最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可能性时，我们更有可能放手，让上帝来工作。尼希米知道这一点，他从来没有做过建筑工人，但上帝使用他去建造；从来没有做过统治者，但神使用他来治理以色列；他从来没有当过牧师，但上帝用他来抓住一个国家的心，把他的人民提升到几个世纪以来从未达到的精神高度。上帝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，我们寻找一个叫扫罗的人，一个有名望的人做我们的领袖，神却赐给了我们一个像大卫这样的牧童。我们寻求一位强大的征服一切的弥赛亚，
上帝却给了我们一个马槽里的婴儿，他的力量总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不要误以为自己没有成为冠军的潜质，这根本不是问题。奇妙的事实是，神可以做任何他必须做的事，使你成为冠军。你是谁？你拥有什么都不重要，你让上帝通过你做什么才是重要的。让上帝使你成为真正的冠军。